欢迎来到壁话太多。最近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让中日关系紧张升温。当年日本对台湾投入巨大资源，将其定位为南进基地。这一段历史也是今日台湾有事论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就从历史出发，来聊聊日本为何对台湾有长期地缘执念。1874年，一个海岛成为东亚局势的隐形开关。日本出兵台湾不是为了抢地盘，也不是突然热血上头。表面上这是为了给琉球漂流民的被杀事件报仇，实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迈出的第一步，对外宣示我们也要当帝国了。这个决定既不仓促也不偶然，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试探。我们先捋清楚这个背景。那年琉球的船只因风漂流到台湾南部，被原住民杀害。日本呢，则借题发挥，说这是我藩之民，要为之出头。可问题是，清朝也说了，台湾是我的，你打台湾是怎么回事？日本政府的算盘其实是，我们不是来打你清朝，我们只是来教训野蛮土人，顺便看看你清政府到底有没有真正在管这块地。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刚经历明治维新，急需一个出口来试探帝国的新身份。那么这次出兵台湾就是个成本不高且风险可控的一次试水。军舰从鹿儿岛出发，兵员1000多人，带着干粮、药品、地图，当然还有一个文明开化的叙事剧本。我们不是侵略，我们是替天行道。军事行动很快，目标明确，主力部队在台湾的恒春半岛登陆，击溃了抵抗的原住民部落。之后日本驻军开始修路、建屋、设司令部，明面上是短暂停留，实际上却留下了大量详尽记录，从人口、地形到资源、交通。这可不是打完就走的节奏，更像是为了下一阶段而做的准备。最关键的是这件事后续的发展。清政府面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立刻反击，而是选择了外交谈判。最后的协议看似平息风波，清廷同意赔款，日本撤军。但日本达到了2个目的：第一是逼迫清朝承认琉球的模糊地位；第二，试探出了清廷对台湾南部的实际控制力极弱。这可给了日本一个重要的信号，这块岛未来有机会可以拿下。这不是普通的一场小规模冲突，而是明治政府在权衡后抛出的地缘侦察器，对台湾进行一次干涉性踏勘。表面上是为琉球伸张正义，背后却是一套深层逻辑，测试邻国底线，积累海外干预经验，积累对海岛治理的基础数据，为将来建立殖民管理系统做预演。而这个操作并非凭空诞生，彼时的明治政府内部其实已出现2种主张，一种认为改革应聚焦国内，另一派则认为要以战养国，从海外找资源，找战略支点。台湾是个被当作练兵场的地理目标，不是因为台湾这个地方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它很合适。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台湾，不是别的地方？因为台湾当时在国际法地位模糊，地处中间地带，又离日本本土很近，风险可控。对一个刚刚维新的日本来说，这样的岛屿那可是绝佳的第一步，既能摆出强国姿态，又能积累海外经验。当然也别忘了一个现实，这次出兵虽然打得快，但日本军队在台湾的后勤保障和疾病控制上也吃了不少亏。这让当时的日本军方意识到，如果以后真要在这里长期驻军，那必须要先建立一整套适应热带气候与复杂地形的制度技术包。从那一刻起，
台湾就被写进了日本帝国的成长笔记，从地图边缘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明治政府未来的潜在海外实验田。这个变化不是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才突然发生的，而是在1874年这次出兵之后就已经悄悄开启了。这就是台湾第一次在日本国家战略中登场的背景，不是一腔热血，也不是一场误会，而是一次制度化、技术性极强的战略排演。而这场排演背后隐藏的潜规则是，凡是一个想成为帝国的国家，早晚都要面对一个选择，那就是你怎么证明你可以控制别人的土地与人心？而台湾正好是这个试卷上的第一题。如果说1874年的出兵是一次地缘试探，那1895年就是一次地缘实锤。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可不是一块白捡的肥肉，而是一份复杂难解的考卷。日本国内一部分人拍手叫好，说终于有了帝国的门面，而另一部分人则忧心忡忡，担心台湾这块地是难吃又难消化。毕竟这是一座不熟的岛，语言不同，风俗不同，政令不同，民众反感，表面割让，实则烫手。对日本来说，台湾是个意外收获，更是一次明治体制自信的压力测试。一个国家在内部刚刚改制完成，就立刻迎来殖民挑战，其实风险极高。但也正因为如此，台湾成了明治政府向内证明自己治理的能力，向外则展示了帝国效率的第一实验对象。它不像朝鲜那样有大国盯着，也不像满洲那样地形复杂，战事缠绵。它是个刚刚到手，尚未定性的地理单元，用来练手刚刚好。1895年，日本军队正式登岛，遇到的不是欢迎，而是枪声。台湾人并不甘心被割让，爆发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甚至成立了短命的台湾民主国，挂着青天白日旗，象征继续抵抗日本统治。但这股抵抗最终还是被日军以强力手段平息。初期的武装镇压手段非常严酷，几乎在每一座城镇都留下枪声与审判的痕迹。这是殖民叙事中常被淡化的一页，却是治理台湾的第一课。若想建立新秩序，先得彻底清场。清场之后怎么办？日本政府内部开始激烈争论，军方主张强力军政镇压，但文官系统认为台湾不能只靠枪杆子。于是就在殖民的第二阶段，日本开始逐步引入民政改革，设立台湾总督府，并启动一套颇为复杂的治理架构，既要保留殖民控制力，又要逐步恢复社会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后来出现那么多现代化元素，铁路、电灯、公共卫生、学校系统，不是突然的文明降临，而是一个有高度计划的治理实验场。而这个实验场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台湾当外地？一开始，日本国内不少人觉得台湾是蛮地，用不着投入太多。但明治政府很快发现，如果不把台湾当作国体延伸的一部分，那么治理成本会急剧上升，反抗不断。于是同化成为主旋律，特别是文化和制度上的深度嵌入，这也是后面皇民化运动的根源雏形。日本在台湾的治理也暴露出明治制度自身的一些矛盾，比如他们在本国喊法治、宪政，但在台湾却大搞总督专政，让一个总督几乎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一体的超级权限。这种境外例外主义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台湾成了一个例外空间，
可以试验各种在本国不能轻易推行的政策，像这个强制普查、户籍制度、强制日语教育、土地再分配等等等等。这些操作既训练了日本的官僚治理技术，也为后来侵华和南洋殖民提供了制度模板。而另一个被忽视的现象是，日本在台湾培养了大量本地协力者。这些协力者从一开始的被动配合，逐渐变成主动参与。在制度设计中，他们是中介阶层，既懂日本系统，又与本地社会有连接。这种用人不疑的殖民策略，让很多台湾人对自己的身份开始出现裂缝。我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参与者？我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这种矛盾在表面和平的治理下逐渐发酵，成为后来的历史长线。日本对台湾的兴趣并不是纯粹的领土扩张，而是一次政治制度与文化认同的深度塑形。明治政府试图在台湾这块外岛上重演一遍本土现代化的剧本，只不过这一次演员不是日本人，而是被纳入帝国轨道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而这场实验也让明治制度真正的面对了一个现实问题：你所建构的现代国家能否在非本土稳定运行？台湾的反馈结果是复杂的，有反抗，有配合，有妥协，有变形。明治的制度在这里经历了一次离地实测，比任何一纸宪法或一场议会辩论都更真实。也正因如此，日本越来越难以从台湾抽身，因为台湾不仅是地理疆域，更是制度形象的映照。治理台湾等于证明自己能管理海外属地，失控台湾就等于承认明治体制在外地无法延展。这不是对一块岛的执念，而是对帝国身份的执念。所以台湾不是被顺手牵羊，而是被有计划的绑定。1895年之后的台湾不是殖民地，更像是明治国家用来测试自身能力与合法性的镜子。而这面镜子照出了日本帝国的野心、犹疑与能力极限。很多人以为日本拿下台湾是离岛殖民的自然选择，但如果你把地图摊开看，会发现更合理的对象其实另有其地。琉球群岛就在鹿儿岛南边，离得更近，语言更接近，文化也早已被渗透。更别说北海道，明治政府早已派军队开拓，原住民虾夷族也早被压制。那么问题是，既然有更熟悉的后花园，日本为何偏偏花大价钱，冒着高风险要去搞定台湾？答案是战略跳板。琉球太小，北海道太冷，而台湾那可是刚刚好。从地理位置看，台湾位于东海和南海交界，北控朝鲜半岛，南望东南亚，往东一跃就到太平洋，是连接中国大陆、东南亚与大洋洲的重要中枢节点。从战术上讲，控制台湾就等于拥有对整个东亚航线的制空权与制海权。这在明治政府眼里不是殖民地，而是一艘航母。这正是日本海军极力主张占领台湾的原因。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很清楚，一旦控制台湾，就等于钳制住清朝南方的出海口，也能防范未来的西方殖民势力南下。更重要的是，台湾背后是福建，是华南，是南洋，是商船大动脉。拿下台湾不只赚一块地，而是直接插手整个区域经济与安全结构。而琉球则太边缘化，它虽早被日本吞并，但战略纵深不够，资源有限，更不具备向外投射影响力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琉球早就是内地化的一部分，不具备实验性，也无法输出现代性。明治政府要的不只是地，而是一个可以演练新制度的平台。
台湾比琉球更陌生，也更有实验价值。北海道呢，虽然面积大、资源多，但太偏北，不具备热带海岛的物流价值，且北海道的开发逻辑属于边疆整合，而非对外展示。对明治政府来说，北海道是补内政，台湾是扩帝国，两者定位完全不同。所以你会发现，日本政府对台湾的投入方式与琉球和北海道完全不同。琉球是同化，北海道是开垦，而台湾是测试。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台湾一开始就设立总督府，而不是交给普通内务省管理。它不被当作外岛，而是一个必须亲自操盘的制度投影工程。这种制度投影还有一个更深的逻辑。明治日本本身就是学西方的产物，他从德国学宪政，从法国学警政，从英国学海军，可这些制度都是在同治社会中运行的。一旦到了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抵抗频繁的台湾，这些舶来制度还能跑起来吗？台湾就成了明治体制的现实沙盘。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政治控制，日本不仅在行政上设立总督府，在军事上建立常驻部队，更在经济上加大投资。1900年前后，日本在台湾修建铁路、开设银行、发展糖业，设立总督管辖的法院系统，目的不是建设，而是站稳。他们很清楚，台湾如果只是用来驻军，那永远都是成本。只有变成制度化的刺激本土，才能变成资产。从这个角度看，台湾的战略价值是动态上升的。一开始是插脚点，后来是实验田，再后来是桥头堡，每一个阶段都比前一阶段更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仍死守台湾不放，甚至在计划把天皇迁到台中，再建皇国。台湾在日本眼中已经不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制度符号。失去台湾，象征的不只是地盘的减少，更是整个帝国体制的断裂。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统治台湾整整50年，没有一次认真讨论撤出这件事儿。无论战事多紧张，财政多困难，台湾始终是优先供养的对象。而这个战略执念，不是因为台湾多富饶，而是因为它太适合被展示。明治体制是一台想证明自己有效率和效力的国家机器，而台湾就是这台机器最响亮的运行声。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向世界证明，我日本不是以前那个闭关锁国的岛国，而是现代化、有治理力、有扩张力的文明国家，那你需要一个舞台，台湾就是那个舞台。它的地理让人无法忽视，它的陌生让人急于改造，它的反抗让人更想征服，而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成就了台湾执念的起点。日本拿下台湾后，并没有马上带来稳定，相反，一场又一场的反抗潮此起彼伏，从北到南，从山地到平原，几乎没有一天是真正安宁的。面对这座反骨之岛，明治政府最初的选择也很简单，用枪管教你听话，但现实很快教会他们另一个道理：你打得住人，未必压得住心。于是在最初几年暴力镇压之外，一种新的治理思路悄悄登场，不光打你，还要改你。这就是台湾进入了边打边改的治理阶段。表面上总督府还在追剿土匪，但私底下已经在秘密筹划系统重构。什么叫系统重构？就是用一整套制度，从教育、卫生到行政、语言，彻底更换你的底层逻辑，让你不知不觉接受被统治的合理性。首先，第一步是情报化治理。
日本发现这座岛的最大问题不是武装反抗，而是信息混乱。他们根本不清楚谁是地主，谁是首领，谁管哪个部落，哪条路通哪个村。所以他们先干了一件事情，就是人口普查。全岛村落逐户登记，不是为了发身份证，而是为了把治理对象变成数据对象。谁住哪，几口人，会不会说日语，有没有枪，一笔笔写得清清楚楚。这个动作听起来不起眼，却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底座。第二步是派出所体系。在日本人眼里，警察不是执法机关，是统治延伸。他们在各地建立派出所，不只抓人，更负责日常规训。比如每天固定时间敲锣聚众听训，讲皇恩浩荡。谁家办喜事，警察也会出面监督流程，甚至谁家的狗叫太大声，也可能被叫去训话。这种无孔不入的软监督，让当地老百姓逐渐习惯一个新的现实：日常生活的一切背后都有政府的眼睛。但光靠盯还不够，要让人真正服从，那必须在思想上打补丁。于是教育成了殖民工具的核心。从1898年起，总督府大力推行小学制度，规定台湾儿童必须接受基础教育，课程一律使用日语，历史课只讲日本天皇与神国传说，地理课只讲日本本土与帝国版图。这不是教育，而是编程。孩子们在课堂上被训练成为未来的顺民，用的是现代教育的外壳，传输的却是殖民价值。与此同时，总督府还动手改造了台湾的空间。他们在大城市重划街区，修建总督府、法院、邮局、银行，把每一个市中心都变成一个微型日本。台北变得像札幌，台南仿佛横滨，连街道名都被重新命名，从大南门街变成荣町、旭町，语言空间也在悄悄换皮。这种地名殖民不是为了方便记忆，而是要让你在出门的每一步都记得自己生活在日本的岛。当然，这些制度背后最需要的是一群能执行的本地中介。于是日本政府开始扶植一批亲日士绅，给他们地位、利益与象征性荣誉，让他们作为台湾的面孔出现在各种仪式与通告中。久而久之，一部分台湾人从抵触变成合作，从配合变成主动。这种身份滑移不是背叛，而是体制设计的成果。殖民者不需要让你变成日本人，他们只需要你愿意在这个制度里活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皇民化运动前奏。在早期，日本就开始推行神社参拜，将台湾主要城市设立护国神社，要求民众按时参拜，以示感恩天皇。看似是宗教仪式，实则是政治宣誓。每一次鞠躬都是一次认同演练。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觉得那是外来仪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治理深度。但也别误会，这一切并不是顺风顺水。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的改造工程不断遭遇现实碰撞，有时候是地方恶劣的自然条件，有时候是文化理解的错位，还有时候是治理结构本身的自相矛盾。比如他们强调卫生清洁，却不肯花钱铺设下水道；他们要求日语普及，却不给学校足够师资；想要和平治理，却继续维持军警特权。这些矛盾反而暴露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治制度不是万能的，只是在台湾更像是穿了西装的帝国意志。正因为日本在台湾做得多，所以留下的影响也更深。不管你喜不喜欢，日本的治理逻辑深入到了台湾的土地、街道、语言、户籍、
教育体系，一点点的把一个原本松散的清代边陲之地拉进了现代国家的轨道。这是一种有毒的现代性，外壳漂亮，内里强制，但它确实在悄悄改变这个岛上的社会结构。这一阶段的日本治理逻辑很清晰，打你是为了让你停，改你是为了让你服，而最终目的是要你信。信什么？信这个国家，信这个制度，信这个你并没有选择的归属。在台湾的50年统治中，日本真正下狠功夫的地方不是军队，而是总督府里那群穿西装、戴圆帽、拿算盘的文官系统。这里要提到一位关键人物，那就是后藤新平。他不是军人，也不是殖民地总督，而是民政长官。听起来像个行政小主管，实际上却是整套治理台湾的核心大脑。这套治理思维后来被称为生物学的殖民统治。什么意思？就是不光看你有没有反抗，还要看你有没有成长空间，把你当作可以改造的有机体。后藤新平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划分台湾的行政架构。他认为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不能只是上对下的命令系统，而要建立一套数据加执行的智能结构。于是他主张建立保甲制度，每10户编为1保，10保组成1甲，由地方民众自己担任保证、甲长，来负责户籍、税收、治安、卫生等事务。这一制度表面上看是自治，但实则是监控式自治。总督府只要抓住几个关键人，就能间接掌握整个村落的运作。这种治理方式非常高效，也让台湾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迅速提高。而在财政制度上，后藤更是用了当时少有的殖民地盈余策略。他提出一个大胆主张，台湾必须自负盈亏，不从日本中央财政多要1分钱。听上去像是放养，其实是一种自我复制的殖民逻辑。他推动设置台湾银行，实行土地税改革，鼓励大宗农产品出口，尤其是糖业与樟脑。这不仅让台湾财政迅速转正，还让日本国内看到了殖民地能赚钱的范例。台湾不再是负担，而是东洋的样板工厂。在教育方面，后藤也不只是单纯的推广识字，而是推广顺民意识。他大力推动师资培养与教材统一，甚至主导编写台湾国语教科书，内容包含日本神话、天皇事迹、国土认知等，课堂变成了国家认同的第一现场。他深知占领土地容易，占领思想难，所以他要先占领课本。卫生领域则是后藤新平最让日本人骄傲的地方。他提出一个现在听来都很高级的词：防疫等于国家安保。他以防治鼠疫为借口，建立了遍布台湾的卫生所系统，推动垃圾处理、水井改造、医院设置、公共厕所以及医师培训。这不是出于人道，而是出于对殖民效率的执念。他相信，只有身体健康的被统治者，才能成为好用的国民。更深一层的是，后藤不只在台湾搞制度实验，他心里还有更大的蓝图。他想把台湾当成未来南进战略的预言场。他曾公开表示，台湾将来不仅是日本的一部分，更是向南洋扩张的起点。这番话揭示了日本对台湾的长期规划不止于一岛，而是一轴3翼的帝国跳板结构。中轴是台湾，3翼分别是朝鲜、满洲和东南亚。这种思维在当时的日本并非主流，但后藤的制度成果让他逐渐变成东京政界的红人。很多在台湾推行的政策后来被复制到朝鲜与满洲，
日本政府甚至设立了殖产部，专门研究台湾模式，思考如何在其他殖民地继续推广。台湾从一个殖民对象变成了治理模板。但这种高效治理也不是没有代价。在看似现代化、科学化的行政系统背后，实则建立了一种完全由上而下、缺乏监督的殖民专政体制。台湾总督拥有超越日本本土内阁的权限，几乎可以在岛内为所欲为。议会不干预，媒体不报道，民众无申诉。这种制度上的绝对控制，虽然提升了治理效率，却也让台湾在法律上成了一块非宪政空间。而这种空间的塑造者，就是后藤新平这类制度官僚。他们信仰系统优于情感，相信只要制度完整、数据精准、执行到位，社会就能运转良好。他们不关心台湾人怎么想，只关心台湾人怎么活。殖民不是靠说服，而是程序写入。正因为这些制度设计得太过细密，以至于在日本战败、总督府解体之后，很多结构竟然被延续了下来。比如户籍制度、保甲编制、村落监控、卫生所系统、小学义务教育等，直到今天依然是台湾社会架构的一部分。这就是后藤新平留下的真正遗产，不是建筑，而是治理的骨架。总结来说，后藤新平的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治理台湾就是训练如何去治理世界。台湾是他设想中大东亚共荣的起点，一个被改造的次级日本。这种想法既冷静又冰冷，没有理想主义的浪漫，只有制度主义的精准。而这也正是殖民帝国最真实的样貌。如果说后藤新平负责搭建制度骨架，那么真正让这副骨架开始运转的是日本在台湾的教育系统。从190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把教育当作国家认同重塑工程的核心武器，让下一代台湾人从小就接受我是日本帝国臣民的观念，不质疑，不反抗，最好连台湾人这3个字都永远忘记。这个工程从小学开始，日本总督府规定全岛各地必须普设国语传习所，随后设立公学校，只对台湾儿童开放，教学语言统一为日语，课程内容按日本本土教材设计，删掉中国历史与地方风俗，灌输的是日本神话、皇室血统、天皇是神的信仰体系。孩子们每天早上要向玉真影行礼，唱君之代，背诵天皇训话。你可能会问，台湾人愿意让孩子上这种学校吗？现实是，大多数家庭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这套日式教育附带了大量政策红利。只有学会了日语，你才能在总督府当职员、考公务员、进铁路局、上师范学校。很多家长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制度引导着接受，慢慢开始期待孩子出人头地的唯一通道就是变得像日本人。而这种教育系统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靠强迫，而是靠奖惩制度诱导。学生若表现得好，会被选送到日本本土留学，成绩差的，那就继续待在支配结构的最底层。这种制度化的分层，悄悄在台湾内部制造出一批日本化精英。他们讲着标准日语，穿西服，主张与帝国同步，甚至参与制定地方治理政策。这种内部殖民认同的生成，比外部暴力统治更深沉，也更难逆转。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北高等学校、台中师范学校、东京留学生制度等。这些机构不只培养台湾学生，也把他们筛选成可控的中介者。其中一些人成了后来的台湾政治人物、企业家、社会精英。他们在日本统治下成长，也在帝国意识中内化身份。
这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教育系统设计出的身份通道。但你以为教育只是洗脑工具，没那么简单。日本人更懂得细节决定命运。他们从小学课堂延伸到家庭生活，规定台湾所有家庭必须挂玉针影，重大节日必须悬挂日本国旗，学校教师需参与神社参拜训练，甚至连教科书插图都要精准设计。天皇像永远居中，台湾民众永远微笑战侧。这些视觉、仪式、语言共同构建出一个你是帝国一部分的空间幻觉。当然了，并非所有台湾人都买账，部分乡村家庭选择让孩子不读书，或者秘密教授中文与传统文化，但这终究只是边缘对抗。面对国家机器的庞大推进，个体抵抗显得微不足道。久而久之，整个台湾社会出现了文化断层。上一代还说闽南话，拜土地公，下一代已经用日语写作文，去神社参拜。这种文化代际差异不只改变了语言，更改变了价值观。而日本在教育上的投入也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一种长期殖民回报计算。他们相信，把一个地方的下一代彻底改写，比一代一代去镇压更便宜、更稳定、更持久。这种低成本同化战略最终形成皇民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搞个什么运动，而是教育20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但就在这一切看似顺利推进时，也埋下了认同错位的种子。被培养出来的台湾准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却始终被视为二等国民。即使语言流利、学业优秀，也常常被拒于社会主流之外。这种表面接纳、内在排斥的身份现实，慢慢让部分台湾人意识到，即便再怎么努力模仿日本人，他们也始终是外人。而这种失落与愤怒，在二战末期爆发的最为剧烈。日本通过教育打造了一批日式工具人，却未能给他们完整的身份认同。这种失败的半同化，反而制造了更多政治后果，既不能完全融合，也难以彻底割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张力。台湾的教育实验从来不只是让你识字，而是从根改变你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国家，怎么看待历史。而这场重塑从小学黑板开始，到大人社会结束，深刻且漫长，至今仍在后代记忆中留下模糊的印痕。很多人说，日本殖民台湾的最大政绩就是基础建设，铁路、电灯、自来水、码头、邮局，一个接一个项目上马，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台北像东京，高雄像神户，连偏乡都能看到铺设的轨道和公路系统。对不少台湾人来说，这种现代化的确是第一次亲身经历。但这真是为了让台湾人过上好日子吗？还是只是帝国扩张逻辑下的副产品？这个答案要从工程背后的算盘说起。先看铁路，日本人在台湾的铁路建设不是从服务民众出发的，而是从运兵运货这方面来考虑的。最早修的是基隆到台北段，是为了快速调动军队，平定北部叛乱。接着修到台中，是为了连接中央平原的物资。最后一路通到高雄，是因为高雄港将被打造成南进东南亚的战略港口。这是一条帝国动脉，优先级从来不是岛内交通便利，而是殖民效率最大化。再看高雄港，这座港口从一个小渔村被改造成台湾南边最大的海运基地，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日本投入巨资修建码头、挖深水道，
建设仓储设施，目的很明确，这里将成为日本帝国在南海的跳板。未来不论是通往菲律宾、印尼，还是继续南进新加坡，必须有一个后勤中继点，高雄就是那个点。台湾不是终点，而是中继站。城市建设更是策略性满满。台北被设定为帝国管理中心，因此优先铺设电网、自来水、排污系统，修建总督府、法院、大道城商业区，打造出一个殖民地的橱窗。城市设计采用棋盘式街道、东西对称构图，中央大道直通总督府，象征统治中心不可撼动。你每天上下班都得经过它，看见它，潜意识里你就接受了权力的存在。而在乡村，另一个逻辑正在运转。日本政府推动农业改良，推广水稻改种、灌溉系统、肥料使用、病虫防治。但这些措施并非为了提升农民生活，而是为了提高单位产量，出口到日本本土或东南亚。台湾成为帝国粮仓，农民多种1斤米，日本就少进1斤外粮。而且改良技术不是免费，农民还得贷款买种、买肥料，等于被纳入一个殖民农业链条，产出上升，债务也随之增长。邮政系统也不是单纯通信服务，而是一种信息掌控机制。所有信件、电报、包裹都必须经过总督府审查，关键字眼会被屏蔽，政治内容会被扣押。表面是便利的邮政网络，本质却是一张帝国的信息过滤网。更别说产业政策，日本政府在台湾大力推动糖业、樟脑、茶叶等出口型产业，设立专卖制度，只有总督府许可的公司才能生产销售。这些公司几乎都是日资背景，利润回流本土，台湾本地人只能当中下层劳工或协力厂商。即使你努力创业，也无法绕开帝国控制权。但必须承认，日本的确在台湾建立了一套高度有序的殖民体系，公共设施干净整洁，治安系统高效有力，文书往来有章可循，连垃圾车都有固定时间播放音乐进村收运。这种秩序感，不少台湾人至今仍记得。有人甚至会说，那时虽然是日本统治，但生活井然。但这句话背后是被制度设计好的被统治秩序，是一种你很舒服但你不自由的结构。你可以在火车站准时搭车，在邮局寄信到北海道，在糖厂上班拿到工资，在公学校参加运动会赢得奖状，但你不能选举，不能批评，不能决定未来。你所经历的一切现代化，其实是别人设定好的路径依赖。更深一层的是，这些基础建设也在悄悄塑造空间记忆。孩子在校门看到的是日本国旗，村民在庙口看见的是神社牌匾，路标全是日语汉字，地图上的台北变成台北州。你生活在一个被重新命名、重新组织的岛屿上。这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去本地化的象征策略，让你忘了自己来自哪里，只记得自己现在是帝国的一部分。这套系统化的殖民建设，后来也成为战后台湾重建的基础骨架。总督府变成总统府，铁路系统继续运营，城市街道沿用至今。这说明日本留下的不只是铁轨和电线，而是整套殖民逻辑与空间秩序。所以，日本修建的不是让人民过好日子的基础设施，而是让制度高效运转的殖民架构。一条铁路是为了运兵调粮，一座港口是为了南进计划，一栋法院大楼是为了控制司法话语权。而这些设计看起来现代、实用、便利，
却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就是如何更稳更快地统治这块岛屿。在所有殖民工程里，最不被注意却深刻改变了台湾社会结构的是卫生系统的建设。日本人在台湾大张旗鼓搞铁路、修法院、设学校，但他们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其实更隐秘、更持续、更技术化。表面看是为人民健康，实际是维稳逻辑的延伸。一个生病的人会抱怨政府，一个健康的顺民则能高效服从，这才是殖民者真正的考量。一切的转折点始于1896年的鼠疫爆发。疫情刚开始时，日本官方手忙脚乱，既无制度又无经验。几个月内，台北、大稻埕、高雄港区病死数百人，尸体处理混乱，引发大恐慌。这一事件直接推动总督府下令成立卫生事务所，开始建立一整套覆盖全岛的公共卫生网络。日本政府很快意识到，疾病不只是医学问题，而是统治漏洞。于是台湾出现了亚洲最早的强制检疫制度，所有港口、船只、入境人员、货物必须通过检疫检查，发现疫情立即封锁区域，焚烧物资，集中隔离。在清朝末年极为宽松甚至放任的环境中，这种铁腕手段震撼了整个社会。人们第一次知道政府可以直接封你村、拆你屋、烧你货，而且不需说明理由。这种卫生暴政成了日本治理的另一个技术维度。随后是卫生所下乡，总督府把全岛划为多个防疫区，每个区设有专属的卫生干部和医师，负责普查人口健康、接种疫苗、监督饮水、传授洗手方法。他们不是医生，更像健康警察，甚至连马桶结构、高脚床样式、厨房排水方式都有明文规定。如果违背，就视为卫生犯，可以罚款、通报，甚至强制改建。这种精细到家庭内部的治理手法，把卫生变成了一种全面社会控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卫生领域推进的是可量化治理，他们不像传统政权靠道德劝化，而是靠数字。每年统计各地疟疾发病率、霍乱死亡率、麻疹接种率、婴儿存活率，全岛绘制疫区地图。这些数据不是做学术，而是为了调整行政资源分配。比如哪个地方多病，就多派警察和卫生官。健康成了统治指标，而不只是人民福利。而这种制度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种族区隔逻辑。在日本人的文件中，台湾人被称为岛民，非内地人。他们认为台湾人的体质脆弱，生活不洁，容易感染。为了文明化，日本必须强行提升他们的生活习惯。于是，原住民部落被迁移重组，低洼村落被强制搬迁，传统草屋被改建为卫生洋房，就连女性生育过程也被规范，不能随便请接生婆，必须到政府认可的医院生产。其实，这些不是为了你安全，而是为帝国减损。很多制度却因太有效而留下了深远影响，例如疫苗接种制度、日本式学校健康检查、公共厕所设置、公立医院分级机制，这些后来都成为战后台湾社会的标准配置。很多台湾人至今还记得儿时打预防针的画面，带健康手册上学的规则，这些都能追溯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卫生管理系统。除了身体上的改造，日本也极力推广卫生观念的文化认同。他们印发了大量通俗画报、小册子、卫生歌谣，通过学校、街头演讲、广播剧等方式传播。洗手要用肥皂，便后必须冲水，每天梳头要防湿等理念。
甚至连神社祭典、运动会、儿童画展都被植入清洁主题。这种看似琐碎的教育，其实是在用日常行为重新编排生活秩序。但最本质的一点是，这种卫生系统虽然改善了生活，却也剥夺了选择。你不能决定如何饮食，不能选择何处居住，不能自行处理疾病，所有的卫生自由被收归国家。你健康的代价是你被纳入帝国的一部分。这种以现代化之名实行的身体管理，让殖民统治不再靠军队，而是靠温水煮青蛙式的生活渗透。台湾民众的反应也呈现出复杂面，有些人觉得生活确实比以前干净了、方便了，甚至在卫生所医师出现时会感到安心。但也有人开始怀疑，为什么一切都必须由政府决定？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身体？这种生存方式的殖民比教育更深，比经济更黏，比语言更久。日本治理台湾的深度不在于他盖了几座医院，而在于他如何用一套看似温和实则高压的卫生逻辑，把整个岛屿从空间到身体都纳入制度掌控中。这才是真正的帝国机理。到了1930年代，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从治理转向改造，从同筑一个帝国升级为成为帝国本身。这场彻底的身份重塑运动被称为皇民化，这不是简单的政令调整，而是对人心、语言、信仰、名字、仪式、身体的一次全方位、深层次、没有退路的再编程。早在1920年代，日本总督府就意识到，单靠制度与经济无法真正控制台湾社会，因为台湾人终究不是日本人，认同结构迟迟无法整合。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你不认同，那就把你变成我，让你不再是台湾人，而是天皇的子民。这不是调试，是取代，不是融合，是抹除。皇民化的第一步是语言战，官方全面推行日语政策，学校不再允许教授中文，课本全面替换为日语教材。街头、路牌、商号、店名、官方公告全部改为日语，甚至市场叫卖、家庭对话也受到日语检察员的抽查。讲台语会被罚，孩子在校说母语被打手心。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而是你身份的密码。你不说日语，那你就是外人。第二步是改名运动。1939年起，总督府号召台湾人申请创世改名，也就是把汉姓改成日本姓，像林变成林田，陈变成东山，吴变成大泽。这个过程并非完全强制，却充满了软压力。不改名的孩子升学可能会被卡，不改名的公司就拿不到补贴，不改名的公务员升迁那可就无望了。很多家庭最终屈服，为了孩子，为了生计，为了生存，改了。改完之后，身份证上那行字不再是台湾人，而是帝国臣民。第三步是信仰整形，传统庙宇被强制拆除或改建为神社附设场，原本的妈祖、土地公被800万神明取代，天皇被塑造成活神。每个学生每天上学都要向玉真影鞠躬，每年都必须参加神社大典、天长节、纪元节，祭祖被淡化，参拜神社被强调。谁是神这个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你若不拜就是不忠，你若怀疑就是叛逆。更深一层的是军事化日常。从1937年的支那事变爆发开始，日本把台湾彻底纳入战争机器。青年被组织进勤劳奉公队，学生加入皇民奉公会，
妇女成立爱国妇人会，整个社会一夜之间进入战时状态。日本不再是占领者，而是你所属的祖国；台湾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前线后方。你不是被统治者，而是帝国的一份子。这是一场语言上的反转，身份上的欺骗。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皇民化达到高潮，总督府大规模征召台湾青年加入日军，称为志愿兵。但志愿的门槛却越来越低，报名者越来越多。不是因为大家突然热爱日本，而是因为加入军队是个能翻身的机会。不少家庭认为，当兵可以证明忠诚，换取未来的被平等对待。但现实很快打脸，台湾士兵在日军中永远是最底层，做苦工、送死、填前线，却从不被当成真正的日本人。而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日本在败局前的绝望策略。殖民统治无法再靠缓慢融合，于是干脆一口气把融合变成清洗，文化清洗、信仰清洗、语言清洗、记忆清洗，让你从名字、语言、学校、节日、衣着、军训、宗教全都改头换面，成为一个看起来像日本人的台湾人。但这种强制认同塑造效果极其复杂。一方面，确实有一代台湾青年接受了帝国臣民的身份，甚至为天皇效命；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台湾人在看似认同的表面下，积蓄着愤怒与怀疑。他们开始意识到，不管我怎么改，怎么顺从，我永远是二等。这不是归属，是幻觉，是一种悬空感。皇民化最终没能完成它的目标。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许多刚刚改完名的台湾家庭急忙恢复旧姓，拆神社、烧教科书、改路名，整座岛像突然从梦里醒来，但醒来的痛却比在梦里更疼。很多孩子不懂中文，回不到汉文教育体系，很多士兵无处可归，被国民政府视为叛徒，很多忠于日本的精英瞬间失去立足点，甚至被排挤和清算。皇民化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次深层次的文化再造工程。它用制度做刀，用教育做锤，用语言做钉，一锤一锤把台湾社会锻造成帝国零件。虽然日本战败结束了这一切，但那道是否认同自己是日本人的历史裂缝，却在许多家庭、社区与记忆中持续震动至今。在皇民化如火如荼的时候，台湾人的真实态度却远比表面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乖乖接受，也不是所有人都奋起反抗，更多的是处在夹缝中的沉默、摇摆与策略性妥协。从1900年代到1940年代，台湾社会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回应，走过了从武力抵抗、文化自保到政治参与、被动适应的全过程。这不是服从，也不是觉醒，而是一个复杂社会对强权治理的多层反应。最早期的抵抗是直接的，1895年割让之后，台湾各地陆续爆发抗日武装起义，从北部的义勇军到南部的西来庵事件，大小冲突不断，特别是在山区和原住民聚落，战斗持续多年。比如雾社事件，原住民马赫坡社因长期不满日本剥削与压迫，1930年发动突袭，杀死100余名日本人官员与家属，震动全台。虽然最终被残酷镇压，但这场事件深深打击了日本皇民化已经成功的幻想。可随着总督府治理系统愈发严密，武装抗争逐渐失去了空间。许多台湾人开始选择另一种活法，那就是进入制度，寻找缝隙，保留自己。比如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和地方自治倡议团体，虽然没有实权，
却在有限空间内争取发声权。这些组织发表杂志，举办讲演会，组织青年社团，努力培养拥有现代知识但有台湾立场的本土精英。这些人既不完全反日，也不盲目亲日，他们用日本法制内的手段去争取台湾的文化权、语言权、教育自主权。比如林献堂、蒋渭水、吴三连等，他们受过日本教育，却始终强调台湾有自己的文化。这种软抵抗并不激进，却很坚韧。他们知道不能赢得革命，那就从制度里慢慢挤出空间。还有一部分台湾人则选择实用主义路线，他们学习日语，进公学校，考公务员，在总督府任职，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现实。如果不适应规则，就连谋生都成问题。这类人往往在表面顺从，实则保持距离。他们让孩子参加神社活动，却在家里供奉祖先，对外使用日语，对内坚持母语，白天在日企上班，晚上在家教孩子识字。这种两面生活是殖民社会最普遍的生存方式。也有一批人是真的信了，特别是接受完整日式教育的一代青年。他们从小听天皇神话，唱军国歌曲，拜神社，讲日语，自然地把我是日本人当作现实。1937年后，许多台湾青年踊跃报名日军志愿兵，他们不是为钱，而是觉得这是我的国家在打仗，我应该上前线。有人写信回家说，若我战死沙场，请以日本国旗包裹我骨灰。这种真诚的皇民感情，在今天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在那个被封闭、被规训、被灌输的时代，是合理结果。问题是，日本始终没准备好真正接纳这些被改造的台湾人。他们在制度上仍是外地人，无法担任高级官职，不能入选议会，连当兵都被分配到最苦的岗位。一次次的现实打击，让许多忠诚的皇民感到困惑。我都改了名，拜了神，讲了日语，为什么你还是不把我当日本人？这份被否认的忠诚，在战后留下了极大心理创伤。于是你会看到，台湾人在殖民体制下出现了4种状态：一是反抗到底，孤勇而悲壮；二是在制度中挣扎，文化不屈；三是表面顺从，内心存疑；四是完全认同，却被拒之门外。这4种状态交错并存，没有哪一种能被简单评判，它们都是那个时代下的真实选择，都是人在帝国夹缝中的生存样态。这种复杂回应也让台湾社会逐渐结构化，不同族群、阶层、区域、语言背景的人选择了不同路径。原住民更多以反抗姿态对抗殖民，闽南人倾向通过制度寻找话语空间，客家人则多在地方自治中谋求稳固地位。这种分化与重组让台湾社会在表面上趋于秩序，实际上却在逐步积累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彻底爆发，那些亲日精英被视为汉奸，那些抗日者被重新扶正，那些夹缝中求生者一夜之间失去了保护伞。整座岛仿佛从一种秩序突然掉入另一种秩序，而所有人都来不及调整姿态。这正是殖民体制留给台湾最深的伤痕，不是建筑，不是铁路，而是身份上的断裂感。殖民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故事，它是一条长长的灰色地带。在那里，有人的忠诚被辜负，有人的忍耐被误解，有人的坚持被看不见，有人的挣扎被说成背叛。而台湾人在这条灰色地带中活得极其清醒，
也极其辛苦。1940年代初，日本帝国已深陷战争泥沼，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线迅速扩张，资源被拉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本土粮食紧张，兵源告急，运输系统频频受创，帝国眼看要撑不住，许多人开始想办法缩线求稳，但唯独台湾被牢牢抓在手里，不仅没有裁撤，反而加码投入。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先撤离台湾，而是拼死死守？为什么即使到了1945年，美军飞机已能空袭台湾各地，日本仍不肯放弃？答案不在情感，而在布局。对日本来说，台湾已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整个帝国南进战略的中轴螺丝。它地处东亚心脏地带，往南可达南洋群岛，往西是中国大陆，往北接本土九州，是日本海军与空军在东南亚之间调度兵力与物资的最关键跳板。一旦台湾失守，帝国的南线直接断血，本土与战场将彻底脱节。所以不是要不要守，而是必须守。更现实的是，台湾在1940年代已经完成了系统性的后勤基地升级，不只是交通、电力、港口，还有产业结构。日本政府在台设立军需工厂、油料中转站、物资仓库，大量迁移企业与设备到台中、台南一带，以规避本土空袭损失，甚至连兵器研究所、飞机修理基地、海军指挥所都逐步移设台湾。换句话说，日本早已将台湾纳入深层防卫圈，计划将其发展为第二本土。还有一层是心理上的执念。明治以来，日本视台湾为帝国治理模板，投入了巨大心血。从后藤新平的治理逻辑，到皇民化运动的推行，再到各种现代基础设施的铺设，台湾象征着日本治理的成功证明。如果在战争末期轻易放弃台湾，不只是战术失败，更是文明输出失败的打脸。帝国脸面挂不住，内部士气也会崩。甚至在1944年之后，日本还曾秘密拟定天皇避难台湾计划。根据解密史料，一旦本土遭遇全面轰炸，投降逼近，天皇可能被转移至台中近郊某处，以台湾作为帝国残存核心，继续象征性维系国家存在。这种设想虽未实现，却足以说明台湾在战时战略中的超常地位，不是一块地，而是最后堡垒。台湾本地的行政也做了彻底战时调整，学校全面军事化，小学改称国民学校，学生接受防空演练、步枪训练，都市居民被编入防卫队，人人学习灭火、急救、搬运技术。大量青壮年被编入特别志愿兵，派往南洋或本地要塞工事担任劳务兵，甚至连儿童与妇女都要参与军需物资收集，剪铁丝、缝布条、种地瓜。整个台湾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争工厂，没有旁观者，人人皆兵。但这种动员也让台湾人的认同危机进一步加深。一方面，官方不断灌输你们是皇民，是帝国一体，要求无条件服从、牺牲。另一方面，在待遇、信任与制度上，台湾人始终是次等成员，连进日军军官学校都需特别推荐。许多台湾人开始出现被利用感，越努力越不被认可。这种落差感在战争末期极为强烈。而日本政府之所以始终不肯放弃台湾，还有一个隐性原因，害怕后遗症。如果让台湾人看到帝国主动撤离，宣布失败，那几十年来的治理正当性就会瞬间崩解。不只是殖民失败，而是现代性神话的破产。所以他们宁可死守，也不愿承认这套制度可能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
到了1945年，战局彻底逆转，美军轰炸机频繁空袭台湾、台北、高雄、台中成了焦土，火车站、港口、军工厂几乎被炸成废墟。即便如此，日本仍没有撤离总督府，也未开放民众逃离。这不是没能力，而是不肯输的最后坚持。一个帝国的沉默总是从输不起开始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广播那一刻，台湾全岛静默，没有欢呼，也没有抗议，只有沉重的断裂感。数百万台湾人几十年来被塑造成皇民，突然之间身份被抽空，立场被倒转，历史被重写。而日本官员却在短短几周内陆续撤离，许多资料焚毁，军人遣返，机构解散，曾被说成祖国不可分割的台湾，瞬间变成被遗忘之地。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日本不是爱台湾，而是需要台湾。当台湾还是战略支点、政治模板、经济引擎时，它被高举、高估、高投入；当战争失利、秩序崩塌，它却被迅速放下，不留余地。这种关系从来不是感情，而是功能。而台湾之所以被死守到最后一刻，不是因为它特别珍贵，而是因为它在帝国剧本里扮演了太多角色，已经无法从故事中删掉。如果删了，整套说辞、系统、治理成果、帝国想象就要一并崩塌。这种不能承认失败的执念，比军事战略更致命。战后很多年，台湾人常会说，日本走了，可他们的影子还在。这句话不是情绪，而是事实。日本统治台湾50年，不只是建了几条铁路，开了几家工厂，更在制度、观念、语言、空间结构上完成了一次深层嵌入。尤其是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台湾从被占领到变成家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早期日本治理台湾，始终把它当作海外领地，处理方式接近殖民地。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远的感觉逐渐被近的逻辑取代。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日本政府在台湾不断推进内地延伸政策。所谓内地，指的是日本本土4岛，把台湾纳入同一个治理标准体系，逐步取消差别化管理。比如1940年之后，台湾居民可以申请日本国籍正式登记，享有接近日本本土的部分法律权利。部分台湾人被吸纳进入军队、官僚体系、企业系统，不再只是辅助者，而是逐步成为执行者。同时，台湾的行政制度也逐步日式本土化。台北州模仿东京府，高雄市政按照神户标准重新编排，各级官署层级与日本一致，连公务员培训也由本土移师台湾，开设殖民地官立学校。更深的是心理距离的变化。从1930年代开始，大量日本平民移居台湾，尤其是公务员、教师、企业主管及其家属，他们在台北、嘉义、台中等地建起日本人街区，有学校、有医院、有俱乐部、有神社。他们日常生活几乎和东京无异，连电车都准点运行。这些移民不仅是管理者，更是象征，让台湾看起来更像日本的延伸。而台湾本地人也在逐渐适应这套生活规则，在公学校上学，看日文报纸，参加神社节庆，吃着日式便当，听着皇民歌谣。不少家庭已经把去日本工作视为最理想的前途，甚至有不少台湾女性希望嫁给日本军官，认为那是阶层跃升。这种心理转变不是洗脑，
而是通过制度与生活的双重规训慢慢自然化的结果。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交通一体化。日本政府大力建设基隆、高雄2大港口，使之直接连通大阪、横滨，不再视台湾为海外，而是日本航线的中转点。高雄港每天有定班邮轮往返鹿儿岛、神户。台北车站的时刻表上直接标注到东京时间，甚至连气象预报也把台湾与日本列在同一张帝国气温图上。这些种种细节悄悄拉近了距离感。在教育上也发生同化升级。1937年起，台湾各级学校使用与日本完全一致的课程安排，考试制度接轨日本文部省标准，优秀学生可保送日本帝国大学。更重要的是，国体观念强行植入课堂，孩子从小学习大日本史观，认为台湾自古与日本有缘，割让只是历史纠正。这种史观不是学术争议，而是制度叙述，潜移默化地替换集体记忆，甚至连司法也趋同。原先台湾适用台湾法院条例与本土略有不同，但1943年后，司法系统全面适用日本刑法民法，法官由日本与台湾人共同担任，审判语言统一为日语。这种法统一致不仅是治理技术升级，更是身份认定转变的基础动作。但问题也在这儿浮现，当台湾越来越被日本化，却始终保有一个看不见的边界，你再像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你能穿制服、讲日语、唱军歌、改姓氏，但你没有投票权，没有议席，不能当总督，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种近距离歧视制造出一批身份裂缝者，他们表面是帝国公民，内心却始终是外人。这种裂缝在战争末期特别明显，日本平民可以优先撤离台湾，台湾人却必须留下。日本伤兵有专属医院，台湾兵只能挤进简陋营房。战后遣返时，日本人乘船回国，而台湾人必须留下善后。这些选择差异让很多曾经以为我们已经是一体的台湾人突然醒悟，我们不过是帝国最外围的一层工具。家门口的逻辑到底是谁的家？日本把台湾当成战略延伸，当成国体外壳的一部分，但从未真正愿意让它进入主屋。台湾变成一个悬浮的存在，法律上越来越近，心理上始终远，制度上被统一，感情上被拒绝。你被训练为臣民，却从未成为国民。这一阶段的台湾不是殖民地那么简单，而是帝国的制度边界实验场。它不是要消灭你，而是要重塑你；不是排斥你，而是控制你；不是拒绝你，而是用你。日本不是没把台湾放在心上，而是放得太用力，直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收手。而台湾人在这套系统下逐步学会了制度内生存，知道哪些是能做，哪些不能做，知道什么时候该鞠躬，什么时候该沉默，知道怎么在不属于自己的体系里活出一点安全感。这种制度感知力不是奴性，而是一个被高度治理社会的必修课。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的广播仿佛给台湾按下了暂停键。50年的制度、语言、秩序、信仰、身份结构一夜之间被打回原点。而真正尴尬的是这座岛上千千万万已经被日本化的台湾人，他们该怎么办？是庆祝自由，还是惶恐失序？是回归祖国，还是迷失方向？日本战败之后的台湾不是简单的光复，而是一场集体的身份重启。首先是现实混乱，日本人开始打包、拆卸、焚毁资料，有计划的撤离，
许多学校停课，邮政暂停，警察系统混乱，物资调度停摆。台北街头本来井然有序的电车系统，也因燃料断供而停运。商店陆续关门，公家机关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总督府高层撤得比谁都快，仅留下少数技术人员维持基本秩序。那些曾经主导一切的日本官员，忽然从统治者变成了过客。而台湾人也并不是全岛普天同庆，有人撕下日本国旗，拆除神社，改回汉姓，终于可以不再演戏。也有人默默在家收起日文书，换下制服，烧掉玉真影，不知道未来要迎来什么制度。有些家庭里，父亲还在说日语，孩子已经在学国语，有人晚上还在念黄明训，白天已被迫背三民主义。这种突变的落差让光复并不轻松，而是混乱与失重。与此同时，新的统治者来了，国民政府派遣接收大员登台，带着的是另一套制度，另一套语言，另一种逻辑。很多台湾人第一次听到普通话时，完全听不懂，填写登记表时不知道籍贯该写什么地方，进了官署，发现新来的军官不懂制度，不知地情，不守秩序，甚至处处贪腐。对比之下，日本留下的治理痕迹反而显得更清晰，更有条理。这种反差让许多台湾人陷入一种制度孤儿般的困惑，他们既不再是皇民，又未能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既不属于已经撤离的帝国，也难以融入新的国家。旧系统撤了，新系统没接上，中间的空白成了一个巨大的认同黑洞。而日本留下的制度遗产却并未消失。国民政府很快发现，要在短时间内接管台湾，最方便的方式不是推翻重来，而是沿用现成结构。于是你会看到，一大批原本为总督府效力的台湾文官被重新召用，只是换了标志和口号。原总督府变成总统府，原神社变成忠烈祠，原日本小学变成国民学校，但管理方式、班级结构、文书程序、警察系统基本未动。这种换皮不换骨的治理模式，让台湾的现代行政结构得以快速重启，却也留下一个潜在问题：日本留下的那套秩序化、等级化、工具化的治理逻辑，悄悄延续进了战后体制。许多制度虽被赋予新名，却仍遵循旧轨。你以为它是民国式现代化，其实是日治系统的改装版。更有趣的是，语言延续。虽然官方全面推行国语教育，禁止讲日语，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依然保留日语词汇，像便当、窗纱、阳伞、电话簿这些词，至今仍存在。许多战后出生的孩子是由讲日语的父母带大的，部分老台北人甚至至今仍用警察桑、老师桑来称呼公务人员。这些语言残痕不是怀旧，而是说明文化转移从来不会一刀切。同样被继承的还有空间结构。台湾许多重要城市的规划、道路系统、下水道、电力分配、学区划设，几乎全部来自日治时期。哪条街先修，哪区先通电，哪边设市场，背后都有当年日本人的逻辑，甚至连中山路、建国路这些战后社名也多是直接套用原日治街道路线。这种空间延续让台湾即使在政权更替之后，生活秩序并未完全重构。最敏感的是皇民世代的心理状态，这批人在日治末期被高度日本化，突然被抛回中华体制，既被新政府怀疑，又被本地社会排斥。他们的语言错位、教育错层、政治失语，
让他们成了认同浮萍。有人奋力转向，有人选择沉默，有人干脆远赴日本重建生活。他们的挣扎很少被书写，但影响了整个战后台湾的文化与世代断层。战败之后，日本人走了，制度留下了，记忆分裂了，而台湾社会则在这种有形保留与无形抽离之间，进入一种独特的殖民后社会状态，既非完全脱离殖民，也非继续殖民，而是介于之间的继承与否认共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再看那段历史会觉得如此矛盾。一方面，你看到许多台湾人怀念那个秩序、有礼貌、准点的日治社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那是一段不平等、失语、被占领的年代。这种复杂情绪不该被简单评判，而该被理解为一个殖民后社会长期的集体心理调试。台湾在日本的记忆里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只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潜意识。对于曾经统治过台湾50年的日本来说，这块岛屿既熟悉又尴尬，既有感情又不敢多谈。从1945年到今天，台湾在日本人的文化叙事中一直处在一种说不清、写不完、放不下的微妙状态。最早的日本战后文学很少主动提及台湾，不是没故事，而是太复杂。当时的日本社会正陷入战败后的集体重建，大家都忙着重建城市、恢复经济，没人有余力回顾殖民地记忆。而台湾在战后日本的舆论中，一开始几乎是失语状态，既不悲伤也不自省，仿佛只是一个行政区域归零而已。但这种沉默很快被打破。1950年代起，一批退役官员、在台生活过的老兵、殖民地文官开始写回忆录，出纪实集，标题往往带有温情意味，比如《我在台北的日子》、《南方小岛的记忆》、《黄明少年回忆录》等。他们笔下的台湾是干净、有秩序、人情味浓的地方，是帝国最成功的海外治理样本。这种叙述方式在日本社会引发了一波怀旧台湾热。而真正让台湾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是电视与漫画。1970年代 NHK 拍摄了一部叫《遥远的台湾》的纪录片，镜头中是大稻埕的老街、日式宿舍群、台南神社旧址和仍讲日语的老人，引发观众极大反响。他们惊讶地发现，台湾不仅没有完全去日本化，而且许多日本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甚至被保存。这种时代停留的错觉激起了一种集体情绪，那里是不是更像过去的我们？漫画界更是如此，像《台湾少年》、《帝国的彼岸》、《父亲的驻地》等作品，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讲述一个日本家庭在台湾的日常，有猫，有花，有便当，有神社，几乎没有冲突，没有批判。这种叙事方式把殖民地生活处理得像一场乡愁旅程，把台湾当作一个记忆乐园，模糊了殖民压迫与结构暴力的真实面貌。甚至连不少去过台湾旅游的日本人也会说出类似的话，这比我们日本还干净，这里保存了我们小时候的街景，台湾人好亲切，就像我们以前一样。这种情绪不是恶意，而是未处理的殖民情节。他们并不完全否认那段历史，但总有意无意地回避其中的不平等与统治关系，更愿意记住便利、美食、礼貌、怀旧。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和作家试图打破这种温情叙事，比如作家贺见俊辅在其文章中指出，殖民地不是故乡，那是他人被改写的生活场。
历史学家若林正丈也多次强调，日本对台湾的记忆不该只剩铁路和便当，而应正视皇民化、语言压迫、身份剥夺等核心问题。但这些声音在主流文化中始终边缘，很难抵抗怀旧叙事的情感力。而且随着战后日本自我形象转型为和平国家，对于曾经作为殖民者的那段经历也出现了选择性失忆。相较于反思南京、广岛、冲绳等重大战争事件，台湾的殖民历史总被归类为相对温和、较少冲突、台湾人没怎么反抗的范畴。这种标签掩盖了制度化、同化与文化清洗的深层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社会中还有一种微妙的对台特殊感情，许多政治人物、媒体、文艺作品都倾向将台湾视为最友善的邻居，日本价值观的延伸地。这背后的情感基础有一部分确实来自日治时期建立的文化连结，但这种连结在很多时候更像是殖民者视角下的自我投射。你越像我，我越觉得你亲；你越接纳我，我越觉得你文明。其实这种逻辑本质上仍未跳出殖民结构。台湾在日本的记忆中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一个曾经的帝国如何对待他者，也照出今天的日本社会如何选择性叙述过去。这面镜子不歪，但容易被擦得太亮。今天在日本走进一些旧书店，还能看到架上摆着几十年前的《台湾风土记》《帝国之南》《台湾50年史》，封面泛黄，字体古朴。那里面的台湾是被想象出来的，是被简化的，是被温柔包裹的。但真正的台湾远比这些图像复杂。真实的台湾历史并没有什么最成功的殖民地这种说法，只有一群人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制度塑造，被语言改写，被空间重编，最后还得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出口。而这一切不该只是别人的回忆，而应该是集体的认知。如果你从地理、战略、制度、文化一路追溯，会发现一个现象始终没有变：日本对台湾的兴趣从来没有真正消退。即便战败，即便撤离，即便在外交场合中放弃对台主权主张，但那种台湾有日本存在感的潜意识，却像一种长期遗传，藏在日本国家想象的深处。这种执念究竟是偶然，还是一种结构性的惯性？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台湾在日本近代史中的定位确实极为特殊，不是最早的殖民地，但是是第一个大规模建设的；不是资源最丰富，但却是治理最系统的；不是人口最多的，但却是最像我的那个。对明治体制来说，台湾不只是殖民地，更是一个制度镜像。很多后来在朝鲜、满洲、南洋复制的殖民模式，都是在台湾率先试验、优化、调整之后再推广。换句话说，台湾是帝国制度化工程的孵化器。其次，日本对台湾的记忆不是历史终点，而是被不断激活的现实投影。每当日本国内讨论国家安全、区域秩序、东亚格局时，台湾几乎都会被拉出来讲一讲。不论是中国大陆军事崛起、美日安保条约的再调整、南海航道的安全保障，日本保守派总会提到一句：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最早出现在战前，现在却仍被沿用，说明它不只是战略判断，更是一种认知定式。而这种定式在战后与冷战格局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1950年代起，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架构将日本与台湾绑定，美军驻冲绳、
支援台海，日本提供后勤保障和协同情报体系。尽管表面上日本与台湾无外交关系，但实质上双方长期保持密切互动，包括经贸、技术、文化乃至半官方外交，构成一套模糊却稳固的连结。更重要的是，这种连结并不只是战略安排，还是一种心理延续。日本政坛中不少人，尤其是右派政治人物，对于台湾抱有一种介于同情与亲切的复杂情感。原因很简单，台湾是他们曾统治过的地方，但却没有像中国大陆那样激烈反抗、彻底敌对，反而在战后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理解与接受。这种情感反弹让不少日本人产生一种错觉，台湾是理解日本的地方。而理解两个字是极具吸引力的，在一个充满战争、反省、自我批判、国内分歧的战后日本，台湾成为了一个情感出口。当面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质问时，台湾的相对温和被当作一种缓冲区，使得台湾记忆在日本人心中始终保有温度。这种温度并非基于历史真实，而是源于一种不被讨厌的过去的渴望。更现实的是，台湾本身也没有完全拒绝这段历史，在某些世代与群体中，对日治时期的秩序、教育、制度的正面评价仍然存在，甚至被放大。当日本人来到台湾，听到老人讲日语，看到日式建筑被保留，感受到某些文化上的熟悉感，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我们好像还有点关系的错觉。这种互相投射的亲近感并不建立在对等认知之上，而是以选择性记忆为前提。这种长期的心理回路塑造出一种奇特的结构。日本知道台湾已经是他国，但又始终觉得这块地方我们曾经熟悉。台湾呢，知道自己早已不是殖民地，却又部分继承了那套治理逻辑。双方的意识里都还残存一段未完成的连接，说不上来断在了哪儿，却又都不愿完全剪断。于是台湾成为一个被日本意识滞留的地方，它不再是政治实体的延伸，但仍是认同结构的影子；不再是殖民治理的对象，但仍是历史自我叙述的补丁。而正因为它不是日本，却又很像日本曾经的想象，所以才更让人执念。这也解释了今天你在日本某些政治言论、媒体节目、文化作品中仍能看到台湾作为特别存在的叙述，不只是因为地理位置，而是因为历史惯性、心理结构、制度遗产、文化投射，共同编织出一个复杂又牢固的情感网络。日本对台湾的执念不只是地缘，也不是情怀，而是一种在战败后无法彻底梳理自己的国家认同时留下的替代性记忆。一个国家若不能完全面对自己，就会选择部分片段来缝补记忆漏洞，而台湾恰好是那个可以被缝上的地方。真正的结束并不是撤军、割让、换国旗，而是心理结构的松动、制度认知的断层、文化投射的脱钩。但这三者，日本至今都未完全做到，所以执念还在，不是那种占有的执念，而是还没想清楚那50年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执念。我们一起走完了一段50年的路程，不管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制度逻辑，还是台湾人夹缝中的身份挣扎，那些复杂的故事、模糊的记忆、未解的情绪，都不只是历史书上的段落，而是活在许多人的口音里、街道上，还有那老照片的边角处。也许你会发现，那些看似遥远的年代，其实从未真正离开。历史并不会自动教会我们什么，
它只是悄悄留下线索，等我们去理解、去对照、去温柔地面对。而当我们终于愿意慢下来，听清那些被忽略的细节，看见那些曾经不愿承认的片段时，或许我们才真的接近了它的意义。所以在故事的最后，如果你也曾经被某一句话触动，某一个画面停住，那就让这些片刻慢慢沉下去，像一枚石子落入湖面，不急着回应，也无需马上理解。夜深了，历史已说完一段，此刻的你或许已经准备进入梦里，那就让那些模糊又真实的记忆像晚风一样绕过窗前，陪你安静地睡去。